穿越成古代言官后，我绑定了作死系统，只要被杀就能回到现代，获得100亿现金奖励。于是我痛骂当朝皇帝昏庸无能，鱼肉百姓。可皇帝不但没杀我，还给我加官进爵。辽东鞑靼进犯，我主动请缨，想战死沙场，未曾想越战越勇，竟一举荡平了辽东。后来我看着自己手里的传国玉玺，有点懵逼。不是哥们，这对吗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原本是个没找到工作的大学生，送外卖的时候不小心被当成了减速带，再睁开眼我就穿越成了一位古代言官，身上还绑定了个作死系统，只要被人杀死就能回到现实世界，获得100亿元的现金奖励。注：自杀以及逼迫他人视为无效，任务期间因宿主作死行为死去的人，上至文武大臣，下至贩夫走卒，都可无条件复活。我猛地从床上坐起身，眼冒金光，只要被人杀死就能完成任务。我寻思这还不简单。恰好这时房门吱呀一声被推开，一个小厮端着水盆走了进来，见我醒了，他连忙躬身道：老爷，时辰不早，该上早朝了。他名叫六子，是我的贴身仆从，已经跟在我身边好几年了，为人憨厚老实，忠心耿耿。我看着他，脑中灵光一闪，计上心来。我清了清嗓子，用一种温和的语气问道：小六子，老爷我平日待你如何？六子闻言一愣，随即脸上堆满了感激。回老爷，您待六子好的没话说，当年若不是老爷将我从人牙子手里救下，小的早就饿死街头了。进了府，您不仅给小的吃穿，还教小的读书识字，待小的恩重如山。我满意地点点头，神色变得严肃起来。既然如此，我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。六子一听，顿时挺直了腰板，但凭老爷吩咐，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，小的也一定竭力完成。我朝他竖起一个大拇指。好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我从床头抽出一把用来防身的短刀，来，拿着。六子不明所以，但还是听话的接过了刀。我指了指自己的心脏，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命令道：捅我。六子，我见他有点懵逼，又耐心解释道：六子，你都不知道，老爷我呀，最近过得很痛苦，了无生趣。你是个好孩子，跟了我这么久，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，帮老爷解脱。他呆呆地看着手里的刀，又呆呆地看着我，脸上的表情从诚恳变为困惑，再从困惑变为惊恐，最后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手里的刀也掉在了地上。老爷，您这是何意啊？我捡起刀，再次塞进他颤抖的手里。这就是我要交给你的任务。我指了指自己的心脏位置，来，拿着它对着这里捅进来。事成之后，我床下暗格里有白银100两，你可以全部拿走，足够你买田置地，娶个漂亮媳妇，下半辈子衣食无忧了。小六子哭喊着把刀推开，连连磕头。老爷对小的有再造之恩，小六子当牛做马都报答不完，怎敢行此大逆不道之事？老爷，您别吓唬小的了。我故意摆出一副严肃的表情说道：你刚才还说要为我上刀山下火海的，怎么这就反悔了？谁知小六子性格刚烈，竟拿起短刀横在自己颈前。他鼻涕眼泪呼了一脸，哭喊道：老爷若是逼我，我宁愿自尽在您面前，也绝不会伤您分毫。六子的脖颈上瞬间渗出一道血丝，我被吓得魂飞魄散，连忙冲上去夺下他手里的刀。毕竟系统先前提示过，逼迫他人导致自己被杀是无效的。我看着眼前哭成泪人的六子，心里叹息一声，连忙将他扶了起来，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：老爷就是跟你开个玩笑，试试你的忠心。快起来吧，别哭了。小六子半信半疑的被我安抚了半天，才总算止住了寻死的念头，一步三回头的端着水盆出去了。我靠在门后，长舒一口气，看来身边人暂时是指望不上了。这时我的视线落在旁边的官袍上，我猛地一拍大腿：对啊，我现在可是个言官，
言官的本职工作不就是在朝堂上骂皇上吗？自古以来，有多少言官因为直言进谏，被皇帝拖出去砍了脑袋的？果然，专业的事情还得交给专业的人来干。卯时刚至，天色还是灰蒙蒙的。我穿着一身御史官袍，昂首挺胸地站在文臣队列里。我的官职是从3品的督察院左副都御史，职责就是监察百官，纠合不法。说白了，就是国家认证的首席喷子。金銮殿上，百官分列2侧，庄严肃穆。龙椅上坐着一个面容英俊，但眉宇间总带着几分倦怠的青年。他便是大晋王朝的第4位君主景和帝朱佑天。朝会开始后，几位大臣按部就班地汇报工作。户部尚书哭穷说国库空虚，兵部尚书奏报说辽东鞑靼又在边境蠢蠢欲动，工部尚书则歌功颂德，说陛下下令修建的万安宫已初具雏形，实乃千秋功业。景和帝打着哈欠，听得昏昏欲睡。眼看朝会就要无聊的结束，我深吸一口气，知道自己的表演时刻到了。我从队列中一步跨出，对着御阶之上朗声道：“臣督察院左副都御史沈周有本启奏。”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在我身上。景和帝眯起眼睛，似乎显得有些意外。我从袖中掏出早已准备好的奏书，高高举过头顶，目光直刺龙椅上的景和帝。臣今日要弹劾的，不是朝中任何一位大臣，臣要弹劾的正是陛下您。整个太和殿上瞬间炸开了锅，所有大臣倒吸一口凉气。弹劾皇帝，自大晋开国以来闻所未闻。景和帝的眉头也紧皱起来，一双鹰隼般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。沈周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毫无惧色，反而向前一步。臣当然知道。试问陛下登基5载，于国有何功？于民有何利？我展开奏书，中气十足的朗声念道：陛下继位以来，其罪有3：其一，不恤民力，大兴土木，去岁江南大旱，饿殍遍野，百姓一子而食。陛下不思开仓赈灾，反而挪用国库300万两，为自己修建万安宫。宫墙之高，金碧辉煌，不知那每一块砖瓦之上，都沾着多少无辜百姓的血泪。周围的文臣们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仿佛在看一个疯子。我顿了顿，又继续疯狂输出。其二，轻小人，远贤臣，朝堂之上，巧言令色之徒，加官进爵。工部尚书只知阿谀奉承，便能得陛下赏识，而为国戍边的将士却连过冬的棉衣都凑不齐。长此以往，国之栋梁尽去，只剩一群奸佞小人，大晋危矣。龙椅上的景和帝脸色铁青，身旁的同僚拼命给我使眼色，我视而不见，梗着脖子大骂特骂。其三，好大喜功，堵塞言路，辽东鞑靼屡屡犯边，杀我子民，掠我财物。兵部示警文书就在案前，陛下却置若罔闻，只当是边疆虚报军情，夸大其词。一旦狼烟四起，京城危急，陛下又该如何自处？我慷慨激昂的声音在大殿中回荡，百官们早已吓得面无人色。景和帝脸色阴沉的仿佛能滴出水来。在我掷地有声的说出最后一句后，景和帝终于是绷不住了。陛下如此行径，与那夏桀商纣何异？他抓起御案上的一方玉砚，朝我狠狠砸了过来。和你妈的头！逆贼！逆贼！他指着我，手指因为极致的愤怒而颤抖。来人，给朕将这个口出狂言的逆贼拖下去，打入死牢，秋后问斩。我闻言大喜过望，这不就成了吗？被锦衣卫架起来拖走的时候，我甚至还回过头，满脸不屑地看了景和帝一眼。死牢的环境比我想象中还要恶劣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血腥和霉味混合的味道。我被关进最深处的一间单人牢房，手脚都戴上了沉重的镣铐。狱卒看我的眼神充满了鄙夷和怜悯，就像在看一个已经死了的疯子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过得无比惬意，每天吃了睡，睡了吃，没事就对着发霉的墙壁嘿嘿傻乐。
畅想回到现代后的滋润生活。到时候我是先买个海岛，还是先订一架私人飞机呢？哎呀，好烦恼啊！狱卒们都觉得我疯了，每天送饭的时候都离我8丈远，把饭碗从栅栏底下塞进来就跑，生怕沾上我的晦气。我乐得清静，只盼着秋后赶紧到来，好让我赶紧提款跑路。可我足足等了大半个月，斩立决的圣旨却迟迟没有下来。我有点慌了，该不会景和帝那家伙气过头，把我给忘了吧？这可不行！我开始在牢里大吵大闹，每天把那套弹劾他的说辞翻来覆去的骂他是个昏君，言而无信。明明说好的要杀我，怎么还没动静？是不是玩不起？狱卒们被我搞得不厌其烦，干脆连饭都不送了。就在我饿得前胸贴后背，开始怀疑人生的时候，某天深夜，死牢尽头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。我以为是来送断头饭的，一个机灵就从茅草堆上坐了起来。可等到牢门打开，我却愣住了。来人没有穿狱卒的衣服，手里也没有拿着什么毒酒白绫，而是身穿一件朴素常服，脸上带着几分威严和疲倦，身后还跟着一个提着灯笼的老太监。此人不是景和帝又是谁？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他3更半夜跑来死牢干什么？难道是想亲自动手？这也太敬业了吧！景和帝让那老太监守在门外，独自走进了我这间又脏又臭的牢房。他似乎并不在意这里的环境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我，看了很久。我被他看得心里发毛，但脸上依旧保持着那种宁死不屈的傲然。我故意用一种嘲讽的语气说道：“哼，陛下深夜到此，是来看臣的笑话吗？”景和帝没有理会我的挑衅，而是在我对面的茅草堆上坐了下来。他又沉默片刻，才缓缓开口：“沈周，朕问你，先前你在朝堂上说的那番话，究竟是何居心？”我心中一凛，知道这是最后的考验。倘若我此时服软求饶，搞不好皇上还真会把我放了。只有把死谏这个人设贯彻到底，才能让皇帝下定决心将我处死。于是我挺着腰杆，尽管手脚都被镣铐锁着，气势却丝毫不减。居心，臣之心，天地可见，日月可表。臣所言所行，皆为我大靖江山，为天下万民。若陛下认为这是笑话，那便当笑话听好了。景和帝的嘴角勾起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。为天下万民，说得好听。你可知，自你下狱之后，那些你弹劾过的官员，却在朝堂上处处为你求情，说你只是年轻气盛，一时糊涂，求朕饶你一命。他顿了顿，目光如炬地盯着我。你说这又是为何？我的 CPU 瞬间干烧了。啊，还有这种操作？这帮孙子也太会玩了吧！我的大脑飞速运转，冷笑一声：那些奸佞小人为我求情，不过是惺惺作态罢了。陛下若真信了他们，才是真正的是非不分，黑白颠倒。景和帝静静地听着，不置可否。牢房里再次陷入了死寂，只剩下灯笼里烛火偶尔爆开的噼啪声。他目光深沉地盯着我看了许久。沈周，你当真不怕死？等的就是这句话。我猛地抬起头，直视着他的眼睛，随后放声大笑起来，显得无比张狂，又无比悲壮。怕死？哈哈！陛下，你错了。我停止大笑，眼神凛然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死有何惧哉？若沈周一死，能换来陛下的片刻清醒，能让陛下看清身边小人的真面目，能为边关将士换来几车棉衣，能为江南灾民换来几斗粮食，那沈某便是死得其所，含笑九泉。我说的慷慨激昂，自己都快要被感动了。这演技不拿个影帝都说不过去。景和帝死死地盯着我，片刻过后，他缓缓站起身，理了理身上那件朴素的常服。好一个留取丹心照汗青！他丢下这句话，没有再看我一眼，转身就走出了牢房，独留我愣在原地，
有点懵逼。不是，你这就走了？这剧本不对啊！按照流程，他不应该是被我的禁言所激怒，然后恼羞成怒的让人把我拖出去砍了吗？怎么就这么走了？我正百思不得其解，牢门外那个老太监又走了进来，手里还捧着一个托盘。哦，原来是送毒酒来了。也行吧，毒酒就毒酒，效果一样。我昂首挺胸，做好了慷慨赴死的准备。然而那位老太监却缓缓展开了一卷圣旨，他清了清嗓子，一字一句的念道：“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督察院左副都御史沈周，不畏强权，忠言逆耳，其心可嘉，其志可表，实乃国之栋梁，社稷之幸，朕心甚慰。即日起，擢升沈周为从三品礼部右侍郎，入职内阁，参议国事。令赐府邸一座，黄金1,000两，锦缎100匹。”钦此。老太监念完圣旨，笑眯眯地看着我：“沈大人，恭喜了，还不快接旨谢恩？”我整个人如遭雷击，大脑一片空白。礼部侍郎，入职内阁，连升3级，不是哥们，这对吗？被从死牢里放出来以后，我的名字成了整个京师的传奇。他们说我是文臣风骨，谏官楷模，是敢在太和殿上直斥军过，又能让陛下幡然醒悟的国之重臣。我搬进了皇帝新赐的府邸，比我原来那个大了3倍不止。府里的下人战战兢兢，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敬畏。小六子跟在我身边，扬眉吐气，逢人便说我家老爷是天底下最有骨气的人。有骨气？我坐在书房里御赐的黄花梨木椅上，只觉得浑身骨头都疼。好端端的100亿就这么飞了，不仅没死成，竟然还特么的升官了。这我找谁说理去？尤其是自我入了内阁以后，每天要处理的公务堆积如山，忙得我脚不沾地，连作死的时间都没有了。不行，不能再这么坐以待毙下去了，我必须得尽快想办法被杀。不过在朝堂上骂皇帝已经行不通了，现在的景和帝对我粉丝滤镜太厚，估计我指着他的鼻子骂，他都以为我是为了江山社稷好。我把自己关在书房里，苦思冥想了半天，终于又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点子：谋反。自古以来，谋反都是十恶不赦的第一大罪，一旦沾上，就是抄家灭族的下场。这个罪名，皇帝总不能再给我洗了吧？我兴奋地一拍桌子，就这么定了。当然，真去造反耗时费力，得不偿失。但私藏甲胄这个罪名，可以说是等同于谋反的。只要我在家里藏上一副盔甲，再找人去告发我，人证物证俱在，我看景和帝还怎么保我？哎嘿，我真是个小天才。事不宜迟，我利用职务之便，偷偷联系上一个京城里手艺最好的铁匠，花重金让他秘密为我打造了一副铁甲。为了做得逼真，我还特意让他在甲胄上刻上龙纹。这下罪名可就更大了。等甲胄到手那天，我激动得整宿没睡着。我堂而皇之的将铁甲挂在卧室里，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摸一摸，感受着它冰冷的触感，就仿佛看到了100亿现金在向我招手。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这个东风自然就是告发我的人。我思来想去，把目标锁定在了首辅张大人身上。这张大人是个老顽固，最是看重规矩法度。之前我在朝堂上痛骂皇帝，他就曾吹胡子瞪眼的指责我有失人臣之礼。如今我胜券正浓，他更是看我不顺眼，觉得我是靠哗众取宠上位的佞臣，由他来揭发我最合适不过了。于是我匿名写了一封举报信，趁着夜色塞进了张府的门缝里。做完这一切，我便回到家中，安心的等待着抄家的到来。我甚至还提前演练了好几遍。当锦衣卫从我家搜出那副甲胄时，我该摆出怎样一副惊慌失措的表情？等到隔天下午，张大人便在朝堂之上，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弹劾我图谋不轨。景和帝的脸色当场就变了，呵斥张大人血口喷人。但张大人以乌纱帽担保，还一并呈上了那封匿名举报信。景和帝的眼神终于变得复杂起来，
他沉默许久，最终还是下令，让锦衣卫指挥使亲自带队来我府上搜查。我故作镇定地站在庭院中，看着如狼似虎的锦衣卫冲进我的府邸。小六子吓得脸色惨白，躲在我身后瑟瑟发抖。老爷，这是怎么了？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用一种淡然的语气说：“别怕，头晕是正常的。”很快，锦衣卫指挥使便捧着那副龙纹甲胄，从我的卧室里走了出来。张大人露出了果然如此的得意神色。我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面如死灰，内心却在狂喜。成了，这次绝逼死定了！100亿，老子来了！锦衣卫将我当场拿下，再次打入了天牢。这一次罪名是谋反。我又回到了熟悉的天牢，还是那间单人牢房，还是那股熟悉的霉味。我猛吸一口，甚至觉得有些亲切。这次我没有吵闹，也没有骂人，只是静静地等待着最终判决的到来。谋反可是大罪，审都不用审，基本上就是直接拉到菜市口凌迟处死。可我在牢里左等右等，等来的却不是行刑的命令，而是再次深夜到访的景和帝。他还是穿着那件朴素的常服，脸上带着一种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。景和帝一开口，差点把我送走。沈周，你真是朕的好爱卿啊！他快步走进牢房，甚至亲手扶起了我。若不是你，朕险些就酿成大错了。我一脸懵逼地看着他。陛下，您何出此言？景和帝激动地握住我的手，拼命摇晃。你还跟朕装？那甲胄根本就不是你做的，你故意将它藏在府中，让张大人弹劾你，再借锦衣卫的手将此事闹大，就是为了将幕后之人吸引过来，对不对？我的小脑有点萎缩了。不是哥们，你在说啥啊？什么故意将此事闹大？什么幕后之人？我怎么一句话都听不懂啊？景和帝见我震惊的说不出话，以为是自己猜中了，他感慨万千的解释了一遍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原来锦衣卫在查抄了我的甲胄后，立刻就顺藤摸瓜，找到了给我打造甲胄的铁匠。那铁匠起初还嘴硬，说是受我胁迫，可锦衣卫是干什么吃的？一番大刑伺候下来，铁匠什么都招了。他说，他不仅为我打造了一副甲胄，在过去3年里，他还秘密为另一个人打造了足足500副，而那个人就是当今圣上的亲弟弟，手握京畿兵权的燕王朱佑安。景和帝得知此事后，惊怒交加，他立刻下令封锁消息，暗中调查。结果发现燕王暗中培养死士，勾结朝臣，准备在下个月的秋猎中发动叛乱，逼宫夺位。景和帝双眼放光地看着我：“沈爱卿，你是如何得知皇帝要谋反的？你以自身为饵，不惜背负谋逆的罪名，也要将此事揭露出来。如此忠勇，朕不知该如何赏你才好。”我张了张嘴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我能怎么说？说我就是随便找个铁匠？说我就是单纯想找死？谁信啊？看着景和帝那副你不用解释了，朕都懂的表情，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。累了，毁灭吧！最终，燕王谋逆的案子被彻底引爆，朱佑安被废为庶人，终身圈禁，其党羽也被连根拔起，朝堂为之依亲。而我，那个差点被当成谋逆主犯砍了的人，却成了拯救大晋江山于水火的第一功臣。景和帝在朝堂上对我大加赞赏，说我治国之柱石，社稷之肱骨。他说我智比张良，勇比樊哙，以一人之力挽狂澜于既倒，扶大厦之将倾。然后，在一众同僚羡慕嫉妒恨的目光中，景和帝当场宣布，擢升我为光禄大夫，加封太子太保，封济国公，赐铁券丹书，世袭罔替。我穿着御赐的4爪蟒袍，站在新建的国公府里，手里拿着那块据说可以免死10次的铁券丹书，整个人都麻了。躺在国公府价值连城的金丝楠木床上，我辗转反侧，夜不能寐。这样下去，别说100亿了，我怕是得活到100岁。
在这大晋王朝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一想到这个结局，我简直比死了还难受。正当我一筹莫展之际，机会又一次主动找上了门。彼时正值江南大旱，赤地千里，灾民一子而食的消息雪片般飞入京城。景和帝紧急召集内阁大臣，在文华殿里商议对策。景和帝面色凝重，声音里满是疲惫。江南灾民数以千万，然国库空虚，户部想尽办法，也只能挤出300万石稻米。朕心急如焚，哪位爱卿愿为朕分忧，前往江南主持赈灾事宜？话音落下，整个文华殿陷入了一片死寂，满朝文武竟无一人应声。平日里口若悬河的大臣们，此刻都成了哑巴，或低头看鞋，或抬头望梁，就是不敢与皇帝对视。毕竟谁心里都清楚，这差事就是个烫手的山芋。300万石粮食对于千万灾民来说，简直是杯水车薪，洒下去连个水花都听不见。谁去了，都免不了要被灾民指着鼻子骂。要是再引发一场民变，那可是掉脑袋的大罪。这哪是去赈灾，分明就是去送死。可对于本就一心求死的我来讲，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于是我昂然上前，对着龙椅深深一拜：“臣沈州愿前往江南，为陛下分忧。”此言一出，所有同僚都愕然地看向我。景和帝先是一愣，随即龙颜大悦：“好，朕就命你为钦差大臣，总督江南赈灾事宜。地方官员接受你节制。”领了圣旨，我立刻前往户部官仓，顺利地提取到了300万石稻米。看着一艘艘大船装满了雪白的米粮，我悄悄把六子拉到一旁，压低了声音对他吩咐：“你去想办法把这些稻米全都卖了，给我换成1000万石富康回来。”小六子一听，吓得脸都白了，声音直打哆嗦：“老爷，万万不可啊！富康是喂牲口的，怎能给灾民吃？等到了江南，那些灾民说不定会把您活活打死啊！”我故意板起脸，不耐烦地催促道：“废话少说，让你去办就去办，此事必须做得隐秘，切记不可声张，明白吗？”小六子无奈，只得苦着脸走了。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，嘴角疯狂上扬。等我亲手把这1000万石的富康发到灾民手里，我就不信了，他们吃着猪食还能对我感恩戴德？不把我当场打死，都算他们有涵养。这100亿我要定了，天王老子也拦不住。我说的。半个月后，我带着浩浩荡荡的运粮船队抵达了江南，沿途所见皆是饿殍遍野，惨不忍睹。地方官吏听说我是来赈灾的，一个个喜极而泣，都把我当成了救世主。可当他们看到船舱里拉出来的不是雪白的大米，而是一袋袋粗糙的富康时，所有人的脸都绿了。一位知府颤声问道：“沈大人，这是何意？”我背着手，用一种极其欠揍的语气说道：“怎么，有的吃就不错了，还挑三拣四？告诉下面的灾民，都给本官老实点，谁敢闹事，一律以暴民论处，格杀勿论。我就是要让灾民们知道，我这个钦差大臣压根没把他们当人看。”很快，朝廷用富康赈灾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灾区，无数面黄肌瘦的灾民聚集在官府的施粥棚前，看着锅里那浑浊不堪、连猪食都不如的糊糊，他们面面相觑，都有些不知所措。我穿着华丽的4爪蟒袍，走到众多灾民面前，我甚至还故意让人端来一碗，捏着鼻子只看了一眼就嫌恶地打翻在地。这种东西狗都不吃。做完这一切，我便站在那里，昂首挺胸，等待着愤怒的灾民将我撕成碎片。然而我等了半天，预想中的暴动并没有发生，灾民们只是死死地盯着我，眼神复杂，现场死一般的寂静。过了许久，一个衣衫褴褛的老者颤颤巍巍地走了出来，他身后还跟着一个饿得只剩皮包骨的小孙子。来了，他肯定是要带头动手了。没想到，那老者走到我面前，扑通一声就跪下了。紧接着，他身后黑压压的灾民也全都跪下了。
老者涕泪横流，对着我连连磕头：“青天大老爷啊，若不是您，我们这些贱民，怕是连饿死都轮不上啊！”我整个人都懵了，这剧本怎么又不对了啊？我呆立当场，大脑又一次宕机了。我指着地上那碗被我打翻的富康糊糊，难以置信地问道：“你们不恨我吗？我给你们吃的可是未牲口的东西。”那老者一边抹泪，一边感激涕零地解释道：“大人有所不知啊，往年朝廷也曾放粮赈灾，可那些米粮还没到我们灾民手里，就先被层层克扣，食不存一。就算有那么一点点的粮食到了，也只够活2-3个县的灾民。我们这些偏远地方的，连味儿都闻不到，只能眼睁睁的等死。可您送来的富康不一样。”老者激动地指着身后望不到头的粮船：“这东西它量大啊，那些贪官污吏连偷都懒得偷，而且1000万石富康，足够我们10几个县的百姓人人都有份。虽然难吃，但它能活命啊，能让我们所有人都活下去啊！”说到这里，老者哭得更凶了，砰砰地给我磕头：“您不仅是给了我们活路，更是给了我们公平。您才是真正把我们当人看的活菩萨，是我们所有人的救命恩人呐！”他这一番话说完，身后跪着的所有灾民都跟着哭喊起来：“多谢沈大人救命之恩，沈大人万寿无疆！”山呼海啸般的感激声，差点把我当场送走。我看着眼前这感人肺腑的一幕，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。芭比 Q 了，又被我玩明白了。我非但没能激起民愤，反而成了受人爱戴的救苦救难沈青天。江南10几个州县的百姓，甚至自发地为我修建了生祠，日日焚香，夜夜叩拜。等我回到京城那天，景和帝亲自率领文武百官出城30里相迎，他紧紧握着我的手，激动得热泪盈眶：“沈爱卿，你以一人之志，救江南万民于水火，此等功绩，千古罕见。朕要加封你为太子太傅，10亿万户，与国同修。”我穿着崭新的太傅官袍，站在百官之首，听着耳边山呼海啸的沈公千古，我绝望地闭上了双眼。有时候一个人穿越，真的挺无助的。自从江南赈灾一事后，我在大晋的声望达到了顶点，现在别说找人杀我了，走在路上，老百姓看到我都得跪下来磕头，恨不得把我供起来。我每天山珍海味的吃着，绫罗绸缎的穿着，住在堪比紫禁城的国公府里，出门前呼后拥，入朝百官行礼。可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。我每天都在思考，还有什么办法能让我顺理成章的被人干掉？贪污？不行，景和帝现在对我的信任度爆表，估计我把国库搬空，他都以为我是在跟他开玩笑。结党营私？更不行。燕王倒台后，朝中大臣看我就像看瘟神，躲都来不及，谁还敢跟我结党？我坐在国公府的后花园里，唉声叹气。正当我万念俱灰之际，小六子连滚带爬的跑了进来，他一脸惊慌，手里还拿着一份军报。老爷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我无精打采的瞥了他一眼。天塌下来了！小六子喘着粗气，将手里的军报递给我。辽东鞑靼大举入关了。我闻言猛地坐直了身子。辽东的鞑靼一直是我大晋王朝的心腹大患，那是一群在马背上长大的狼，凶狠狡诈，悍不畏死。景和帝登基以来，朝廷3次出兵征讨，3次皆是损兵折将，大败而归。这也进一步助长了鞑靼的嚣张气焰。他们将大晋的边墙视若无物，时常入关劫掠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而这一次不再是小股骚扰，一把抢过军报，展开细看。军报上说，鞑靼可汗集结了10万铁骑，如今已攻破辽东重镇抚顺城，兵锋直指山海关，边关守军节节败退，死伤惨重，整个大晋的北方防线岌岌可危。我看着军报上那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文字，脸上却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这不就是瞌睡了有人送枕头吗？太平盛世，没人敢动我这个国公。可倘若到了战争时期，
战场上刀剑无眼，死个把人不是很正常吗？只要我主动请缨，去前线督战，到时候往两军阵前一站，大喊一声谁敢杀我，那还不是分分钟被对面的鞑靼骑兵剁成肉泥？这个法子绝对万无一失。我激动的一拍大腿，当即换上朝服，甚至顾不上坐轿，一路小跑着冲向了皇宫。鞑靼进犯的消息传到京城，满朝震动，金銮殿前的气氛前所未有的凝重。武将们低着头，脸色铁青，没人敢主动开口。他们怕了，那10万铁骑是能冲垮大晋精锐边军的存在，谁去，谁就是去送死。景和帝在龙椅上气得浑身发抖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平日里一个个耀武扬威，吃空饷，占均田，到了紧要关头，全都成了缩头乌龟。朕问你们，谁敢为朕出征，迎战鞑靼？龙椅之下，鸦雀无声。而我一步踏出，撩起官袍的下摆，对着龙椅重重跪下，声如洪钟：“陛下，正所谓国难当头，匹夫有责。微臣不才，愿请缨出征，赶赴辽东。若不能击退鞑虏，臣愿将项上人头，悬于山海关城楼之上，以儆效尤。”我的话掷地有声，整个大殿都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寂静，所有人都用看智障一样的眼神看着我。一个靠嘴皮子吃饭的言官，居然要去带兵打仗，还是去打令人闻风丧胆的鞑靼铁骑？这不是去打仗，这纯粹是去送人头啊！兵部尚书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但他看着我那副视死如归的模样，又把话咽了回去。大概在他看来，我这是被之前的国之栋梁人设绑架了，下不来台，只能硬着头皮上了。龙椅上的景和帝更是激动地站了起来，他走下御阶，亲自扶起我，一双眼睛里满是欣慰与感动。爱卿，朕果然没有看错你，危难之际方显英雄本色，有你这样的忠臣，和仇鞑靼不灭。他转过身，大手一挥，说道：“好，朕册封记国公为征北大元帅，总领辽东一切军务，赐你尚方宝剑，如朕亲临。上可斩昏聩将领，下可斩怯战之兵，辽东所有兵马皆由记国公调遣。”我闻言，心中一阵狂喜。届时我只需一股脑的冲入敌阵，肯定就会被鞑靼的铁骑乱刀砍死。完成任务还不是手到擒来，易如反掌。我强忍着笑意，脸上挤出感激涕零的表情。臣定不负陛下所托。半个月后，辽东抚顺城外，连绵的军帐一直铺到天边。我和鞑靼人的10万铁骑，隔着一片广阔的平原对峙。大军的士气很低落，士兵们的脸上大多是麻木和恐惧。他们心里都清楚，自己是要去打一场几乎没有胜算的仗。之前的惨败像一团阴云，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。而我没有丝毫犹豫，对副都统说道：“传我将令，全军拔营，即刻向鞑靼主力发起总攻。”副都统一愣，连忙劝道：“大帅，万万不可！我军长途跋涉至此，将士们已是精疲力竭，立足未稳。鞑靼以逸待劳，此刻锐气正盛，我们理应先行安营扎寨，再徐图进取啊！”徐图进攻？我许你个头啊！我要的就是这个全军覆没的机会。我反手抽出御赐的尚方宝剑，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。本帅再说最后一遍，全军出击，目标鞑靼可汗的中军大帐，再有临阵退缩、妖言惑众者，斩！说完，我双腿一夹马腹，如一道闪电，第一个冲出了本方大阵。我闭上眼睛，迎着风，感受着生命最后时刻的急速狂飙，心中充满了难以言喻的喜悦。再见了，这个莫名其妙的世界。100亿，我来了！然而，我预想中万箭穿心，或者被乱刀砍成肉泥的场面，并没有发生。我只听到身后传来了一阵比鞑靼人还要响亮的怒吼：“保护沈大人！冲啊！杀了这帮鞑子！”我睁开眼，回头一看，
差点从马上栽下来。我身后的10万大军好像疯了一样，他们看到我这个文官真的第一个冲了出去，所有人的眼睛都红了，连国公都不怕死，我们怕个卵！弟兄们，跟着沈大人冲！今天就算死，也要死在大人前面！副都统一马当先，率领着最精锐的骑兵，像2把尖刀，死死地护住了我的2翼。后面的步兵则组成了一个巨大的钢铁洪流，紧随其后。我那本来是孤身送死的自杀式冲锋，瞬间变成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全军总攻。对面的鞑靼人显然没料到，我们这支远道而来的疲弊之师，竟然连喘口气的功夫都不要，就直接发动了决死冲锋。他们的营地顿时陷入一片混乱，许多人甚至衣甲不整，仓促地提着弯刀从帐篷里冲出来。任何试图冲向我的鞑靼骑兵，都会瞬间被我身边的亲卫和士兵们撕成碎片。我甚至不需要动手，只需要骑在马上，一路向前。我看到鞑靼人的脸上露出了和我军将士开战前一模一样的表情，恐惧和难以置信。他们无论如何都想不通，这支不久前还被他们打得丢盔弃甲的大晋军队，今天怎么会像嗑了药一样，一个个悍不畏死？说实话，我他妈自己也想不通。当鞑靼可汗的王帐被副都统一刀挑翻时，整个战场彻底变成了一边倒的屠杀。战斗结束的时候，夕阳如血，将整片草原染得触目惊心。我站在尸横遍野的战场中央，毫发无伤，听着周围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，我有点发懵。我不是来求死的吗？怎么就把辽东给荡平了？副都统浑身浴血地走到我面前，单膝跪地：“末将愚钝，现在才明白您的深谋远虑。鞑靼连战连捷，必然骄横轻敌，万万不会料到我们竟在此时发起总攻。此战能胜，全赖大帅天威。”我张了张嘴巴，欲言又止，默默把到了嘴边的我不是，我没有，你别瞎说给咽了回去。啊，心好累，好想死。总之，在我的一顿折腾下，我非但没死，反而位极人臣。事到如今，我也懒得折腾了。10年3月初春，我独自登上紫禁城后面的景山，慢悠悠地走到一棵歪脖子老槐树下。喂，童子，你玩够了没有？系统没理我，我抬脚踹了一下那棵老槐树，还跟我装死是吧？系统还是没理我，我气急败坏，直接掏出一根绳子，非要我自己吊死在这里。你丫才肯出来是吧？短暂的沉默过后，我脑海中响起一个弱弱的声音：“你是怎么发现的？”我冷哼一声：“废话，我又不是傻子。我做的一切决定，怎么可能事事都顺利？最后的结果，其实都是你想看到的。老实交代，你到底是谁？”系统沉默许久，最终叹了口气，一阵微风不知从何而来，迷了我的眼。等我视线恢复，眼前的一切都变了。原本明媚晴朗的天气被乌云遮蔽，空气里弥漫着刺鼻的硝烟味。紫禁城内一片兵荒马乱，喊杀声、哭嚎声震天动地。那棵歪脖子老槐树前，站着一个身穿龙袍的男子，他身后还跪着一位泣不成声的老臣。陛下，您何至于此呢？只要到了应天，陛下未尝不能再造大晋啊！可景和帝神情黯然，喃喃自语道：“朕想不明白，朕究竟是哪里做的不对？朕16岁继位，宵衣干食，不曾有一日懈怠，可为何却落得个如此下场？”那位老臣望着他，终是无言以对。景和帝眼中最后一丝光亮也熄灭了，他从怀中掏出一卷白绫，又咬破指尖，在衣襟上写下血书：“朕良得邈公，上干天佑，然皆诸臣误朕。朕死，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。自去冠冕，以发覆面。任贼分裂朕师，误伤百姓一人。”那位老臣望着在风中轻轻摇曳的龙袍，已然是泣不成声，不能自已。他这一生见过先帝的励精图治，也见过新君的宵衣干食。他曾以为大晋的江山会万代千秋，可到头来
不过是南柯一梦。那位老臣颤抖着整理好自己的衣冠，最后同样踢开了脚下的石块。景山3月得风，还是有几分刺骨的。再回过神，眼前的幻象如烟尘般散去。我依旧站在景山的歪脖子树下，手里攥着那根准备用来上吊的绳子。可刚刚那身临其境的绝望与悲凉，却依旧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口。那就是原本的结局。脑海中的声音带着一丝沧桑与疲惫。是的，景和17年，流寇攻破京城，大晋覆灭，景和帝自缢于眉山。而我作为他最信任的老师，亦追随君王，殉国于此。系统沉默了片刻，又开口说道：“兴许是执念太深，我才化作了那所谓系统之物。先生，你自后世而来，我想问问先生，佑天他真的错了吗？”我低头思量许久，摇了摇头说：“这不怪他，他勤于政事，励精图治，也算得上是个好皇帝。只可惜造化弄人，他接手的是一个已经烂到根子里的王朝，非一人之力可以挽回。”系统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我眼前仿佛出现了一个穿着官袍的身影，他向我深深一揖，拱手道：“多谢先生愿意陪沈某演完这场戏，只可惜黄粱一梦中须醒。先生，有缘再见。”微风乍起，落叶纷飞，吹得我睁不开眼。再睁开眼，我又变回了无业的普通大学生，投出的简历石沉大海，偶尔有几个面试，也都在 HR 的客套中没了下文。后来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，月薪2500，单休，早8晚9，来回通勤3小时。先前我所经历的一切，仿佛真的就是幻梦一场。直到过年那几天，我翻新家里老宅的时候，意外挖出来一口箱子。箱盖打开的瞬间，我愣住了，里面整整齐齐地码放着黄灿灿的金条，粗略一数，不下1000两。旁边还躺着一件用油布包裹严实的衣服，几件色泽温润的瓷器，以及几个雕刻精美的印章。我颤抖着伸出手，打开了那个油布包，里面是一件叠放的整整齐齐的4爪蟒袍，和我梦里穿过的那件一模一样。最不可思议的是，无论是黄金、蟒袍，还是那些瓷器官印，都保存得相当完好，完全不像是在地下埋了几百年的东西，反而像是昨天才刚放进去的一样。在箱子的最底下，我发现了一个密封的紫檀木盒。打开木盒，里面是一封用绢帛写就的信，字迹苍劲有力，正是景和帝的笔迹。信的大意是说，我家先祖济国公沈周，乃国之柱石，有定国安邦之大功，但他生性淡薄，不喜奢华，一生所获赏赐大多捐于国库，或散于百姓。景和帝感念其功绩，不忍其后人清贫，遂于沈周死后，将其生前获赐之物，则其1、2封存于此，留待有缘后人开启，以报先祖匡扶社稷之恩。我拿着那封信，呆立在原地，眼泪毫无征兆地夺眶而出。信的末尾还有一行小字，像是后来有人添上的：“先生，黄粱一梦，终有醒时。然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，佑天与大晋万民，没齿不忘。”全文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故事，喜欢就订阅吧。